请评委们享用第一道菜。哈哈哈，看起来就很好吃。啲表情好令人擔心嘅。哇，哇，他把炒饭做成了像鱼的样子。我嘴巴都歪了。哇，那个里面是鱼子酱吗？对，上面那个是梨子，然后里面还有黄鱼。哇，鱼还活着。不，盘子裂了。哦，烧裂，吓我一跳。哇，你看这个食神就不一样，那个气功，菜都上来，还可以把盘子都给弄炸。裂了。请评委品尝第二道菜。是锅气。食神炒饭好吃的，他用的食材都很高端，真的想多吃点儿。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炒饭，好多材料在里面，好像有点那种跳跳糖那种感觉。哇，这个混搭太契合，太完美了。哇，一粒都唔放過，食到停唔到口啊！好嘅，我都想試下，算啦，出嚟嗰一啖。仲有再做條魚。接下来，请2位进入行业评审间。我哋入呢度。入先啦，冇事嘅。店师傅好，店师傅好。其实我们那时候我正好去参加那个活动品鉴会，品尝了你的炒饭，感谢，真的做的是非常难忘。看你的炒饭说是用了3种酱油是吧？對對對，呢種魚露最好的60度的，因為魚露有提鮮啊嘛，因為2種鮮不一樣。今天我用的鹽都是發過來的鹽之花，這個鹽對血管好，所以我血管好了，我懂得怎麼樣吃東西嘛。我從來很小心，因為現在太多發酵東西對消費的人不公平。跟我合作的老板都是按照我的去买酱油的，所以这个就是匠心啊，匠心，他坚持品质，坚持质量。这个炒饭能看出来，真的这个锅气啊什么都用心炒。他上次来考我盐有多少种，这个菜我有尽量就少放盐，就用一些天然的一些咸味去，像那个鱼我是用去昆布把它去腌制。所以你要跟前辈多学习。多请教，对，大前辈。你的主题很突出，就是说你2道菜跟黄鱼结合得很紧密，把黄鱼作为了主料来进行烹饪的。第二个，黄鱼的口感、黄鱼的鲜味都已经表达出来了。还有就是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缺点是这个酱，这个酱太平啊，其实稍微有点柠檬汁啊，或者一些。哪怕是一点芥末啊，对，也可以，就突出来更加好。现在我们要宣布评审结果。我俾年輕人走下去嘛。我推出。你是确定要支持年轻人吗？我真心希望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好的，那我们尊重你。好，有机会我们见面啊。
好。食神带龙宣布主动退出后续比赛。我天哪！真的有点意外。没想到戴龙老师会退赛，我也没有想到，可能他也是为了来传播一下厨师的精神，给我们做一个楷模的一个展示。我们第一年纪带了这个行业这么久，也不是为这个输赢的。我希望他走下去，看多一下所有比赛的人的菜嘛，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了解多一点好嘛。能够那么大的年龄都要比，真的不容易。总的来讲，年轻人肯定是未来嘛，我们总有一天会退下历史舞台啊。当时我听到，我的心情有点复杂嘛，这我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对。因为食神带龙选择退赛，00后紫微星直接晋级。食神炒饭呢，炒饭呢它已经出神入化了，火候的拿捏、调味的自然做的是很棒的。00后的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创意，他把这个黄鱼做成了个黄鱼卷，它的鲜味呢也用得很巧妙。大黄鱼以其紧实的肉质和鲜美的鱼味闻名，尤其像1.8米的大黄鱼，它有着纯正的带须主血统，1年才长3两肉，好食材就是慢慢养出来的。所以根据大黄鱼的特点，我设计这道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黄鱼的鲜味，所以我特地选用蒸的方法去处理，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持鱼肉的紧致和鲜味。恭喜00后紫微星成功晋级。我内心很兴奋，但是也觉得很不真实的一个感觉。继续努力，最后也能像新厨一样，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其实从00后紫微星戴龙师傅身上能感受到我们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一直在往前走，学好多东西，然后又看到我们老一辈一直想给到我们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他们一直是年轻厨师们的一个坚强的后盾。哇，我上场了！来一个石头鱼厉害。加油！加油！哇，看到鱼没有？哦，看到了。石头鱼。什么呀？什么？他选择的食材是石头鱼。石头鱼。石头鱼，这个不好做啊。我没有烹饪过它，我叫食人鱼，它叫石头鱼，所以我要请他把它拿出来练一练，看一看。哇哦！我选择田师傅。田老师在广州做湘菜，我是在长沙做淮扬菜跟湘菜的一些结合，我们两个有点接近，差不多。我先看到食材，他看不到食材，对他不公平，所以我选择了我没有烹饪过的食材。这个石头鱼处理不好是有毒的，是可以致命的。石头鱼学名的话叫玫瑰毒油，它是海洋里面的10大毒鱼之一，毒主要藏在背鳍上面。皮肤褶皱里面有一个白色大概1厘米左右的细刺，如果不小心被刺到的话，就要及时去就医。你选择我的话也是非常致命的。哇 ，call back。所以说你要小心一点。120分钟倒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开始。田老师其实他做海鲜很厉害。我是田广豪，我来自广州宋朝，是餐厅的主厨兼公司总部出品负责人，从事餐饮行业已经15年了。田广豪老师呢，他是湘菜大师级别，他做的一道姜辣风味的斯里兰卡蟹，被评为黑珍珠年度菜品。每年的黑珍珠餐厅大概有300多家，只会从这些餐厅里面选取10道最佳菜品。曾带领团队连续4年入围米其林指南，2024、2025年拿的是黑珍珠一钻。这石头鱼有毒，他们说是什么最毒的鱼？最毒的鱼，危险了，9级危险。
我觉得还是蛮刺激的。我在选它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毒，我选完它之后，我了解之后才知道它有毒，买不到它。刮台风，很多海鲜都受影响，石头鱼到现在都买不到，它真是天塌了。距离节目正式录制还有6天，距离正式节目录制还有5天，根本买不到这个石头鱼，我没有办法去测试。哎，陈经理，石头鱼今天能来吗？距离节目正式录制还有3天，还有2天时间，也买不到，一直买不到石头鱼，真让人头疼啊！石头鱼是非常难处理的，因为石头鱼的皮非常不好去，而且石头鱼的这个刺呢带有一些毒性，整体骨头又硬，皮又难剥。它的难度在它处理方法，在它宰杀的过程，还有它的一种做法。哪怕找一条回来给我练手也好，依然找不到这个石头鱼，着急了。后来再查资料，知道了这个石头鱼跟河豚鱼接近，所以就买了这个养殖的河豚鱼练手。还是蛮艰难的，你没有用活的石头鱼整个的去加工测试，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出品的要求，对于整个的时间的把控，你还是心里是没有底的。到最终的这个它的肉质的口感的呈现，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未知的。没有鱼是菜，只是被老天做局了。我之前亲手做过这个，比赛的前几天的话，我自己亲手处理了。丰顺的有一家餐厅，它是做石头鱼为主菜的，就买了2条石头鱼，自己回去去烹饪去做。对这个食材的一个理解，我是很有自信。这个是非常有毒的，把它杀完以后，直接用开水来把它蛋白质分解，确保它的安全性。处理这个石头鱼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先要把这个毒刺把它剪掉，然后做这个石头鱼，它最好的一个部位就是它这个鱼肉。你要想获得这个鱼的话，就提前要把整个鱼的一个鱼皮把它剥掉。行云流水一样的操作，看着带劲。但我觉得田师傅对面那个师傅对这个鱼一点信心都没有。戴了个墨镜，他也害怕，他也没杀过这个鱼。你看他那个石头鱼在那里动，我吓死了。于老师他做事不够野性，太斯文了。我没有碰过这个石头鱼，第一次实际的操作还是有一点把控不了的。这鱼怎么那么丑啊？据说石头鱼是不是那么的安全啊？对，它这个毒素主要在这个刺上面，跟鱼肉没有关系。主要在加工的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把毒去掉，它烹饪的时候就不会有毒了。哇，当时大家怎么会想到说去把这个鱼抓起来吃？也是，看它这个样子都不想吃。对呀，是我也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杀这条鱼。啊，那你今天会怎么烹饪方式嘞？我今天这条鱼叫做将军过桥之江湖，一鱼3吃。今天品尝过我这条石头鱼的所有评委老师，都是我的将军，都将带我过桥，过关斩将。啊，取一个好彩头。对，田老师好，你好，你好。刚才那边是一鱼3吃，对，您怎么做？我这边也做个3次。那不是撞菜了吗？就好像明星走红毯撞衫一样。对，我觉得这样才更有意思。其实做这个一鱼3吃呢，我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对手做什么东西，而是说的话就是说，我想把我自己最真实，然后最想做的菜做出来。他2个有点差不多啊。啊，你这个鱼如果不煲个汤也可惜了。做了一口鱼汤。开始加汤煮了吗？那个鱼汤，哇哦！对，他炸了那个鱼，然后又炒，然后把它压碎，然后加水。他熬的这应该第3汤了吧？奶白的，我的妈呀！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用它最质朴、最传统的方式，把这个鱼汤那个鲜味展示出来。浓汤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亮点。我用青椒紫苏这种味型做这种过桥鱼片，
好香啊！他那鱼汤放了辣椒。哦，真的啊？你知道吧？对面那个也是制汤高手。哇，好白，好想喝。盖码饭，蒜香辣烧。把这个米饭交融在一起，烟火气也表达出来了。我做了一个黄贡椒低温油浸的鱼柳，鱼柳是比较厚的，可以把石头鱼一个 Q 弹的质感给体现出来。结合了新鲜黄贡椒的一个鲜味，加上干黄贡椒的一个辣味，低温油浸，把鱼肉的一个水分跟汁水很好的保持住。其实鱼做辣的也很有特色，好吃，好吃的。第3个的话，做了一个春卷。边角料结合时令的一些菌菇啊，用威化纸来把它包起来，调了一个姜来炸，还是体现鱼的一个鲜味。我是用鱼皮做了空气春卷。我的虽然做春卷，但它鱼皮春卷是的，不一样。不一样，鱼皮。好香，漂亮，好看。他俩好像哦，3吃了。有汤有鱼，还有炸春卷。对呀，这就比看谁炸的好，谁鱼汤做的香呗。哦，还有个茶呢，在冰箱里呢。配了一个清口的一个冷萃茶。装盘了。看他推出那么多东西出来，他也跟我一样做出几吃，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冷萃茶。我那个时候我有点担心嘞。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李锦记蒸鱼豉油，提鲜增香，能蒸善炒，全国销量第1。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营养均衡就吃金龙鱼1:1:1，金龙鱼1:1:1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本节目由百厨认证弹出好功夫的陈克明华夏软坛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我家海鲜慢长成，闭着眼睛放心吃的1.8米赞助播出。江南美食先在常州，感谢本节目文旅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常州鼎力支持。经选择评审间，选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专业的，选一样的吗？请评委品尝第1道菜。我在这都闻到那个鱼的味道了。哇，哇，好香！卤汁和这个饭裹在一起，非常的入味。满口都是有紫苏，还有一个辣椒香的一个鱼汤，能够吃得很清晰的鱼肉的这种味道出来。请评委品尝第2道菜。哇，茶好啊！好，这贴心。这茶不错。哦。辣味啊，香味啊，都表达出来了。它里的馅我觉得很有汁，鲜嫩、爽、清爽。哦，是的，确实不错。这个好难。现在，请所有的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我宣布，2位厨师选择的评审间是行业评委。我们先宣布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委间的结果：3:0。获得3票的是江湖食人鱼。1鱼3吃嘛，3跟3，我觉得这道可能5:0。
5比0，他们2比0，我们这边3比0。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请前往行业评审间。老师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方法是属于煎还是属于？是低温油浸的。哦，低温油浸。我用油浸的这种做法的话，就是说想把这个鱼的一个鲜味跟水分锁在鱼肉里面。这个春卷，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这个春卷，因为我老家是河南的，河南的话有一种食材就是大叶金芥，这个金芥跟鱼肉是很搭配的，它可以把鲜更好的一个体现。那个为什么会做一个饭呢？这个呢是长沙风味。长沙呢，它是大街小巷有很多的盖码饭，就是想表达浓烈的这种长沙的烟火气。这个青椒紫苏汤，它是湘潭的风味。那春卷呢，就是在春节期间走进千家万户的这种烟火。这3吃呢，我是都想能够传承每个地方的烟火气。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赢，必须要晋级。烹饪的话，我觉得我是很有自信的。2比0，获胜的是江湖食人鱼，恭喜！谢谢老师，谢谢。那这个菜为什么没有过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都比较油，最关键的就是它油进来的一道菜，它拍粉了。拍粉以后呢，在低油温里面去油浸，那油就排不出来。没有把石头鱼的这种鲜嫩清爽的这种感觉表达出来。我觉得那个鱼差一点点咸度，因为你没有咸味，吃到的满口就是油会偏多一点，这个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明白。其实我也反思了，在制作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热菜来说的话，你没有任何保温的一个措施，这个菜上到评委面前肯定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效果的。那么为什么会给这个菜呢？它把石头鱼这种鲜嫩的口感表达出来。这3个菜呢，没有失手的，没有失误的，每个菜的味道都很到位。我觉得这道汤是非常好，因为嘴里还鱼香嘛，然后慢慢的吃到你的饭，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大众评委3票都投给了江湖食人鱼。吃完那个饭之后，再回来再喝一口那鱼汤的时候是吧。哇！他跟薄荷一起在打我。哇！ KO 了，爸，你知道哇，一直在惊喜我，完全 KO， 对不对？完全 KO， 对啊，它里面那个鱼肉完全做到了100%。这汤是哪位选手爆出来的呀？好鲜呐！能给他请来吗？这汤太好喝了。叶老师，您能告诉我怎么熬制的这汤吗？这太棒了！煲汤的用水其实很讲究的。 水呢也是其实是非常容易被忽略掉的，好水煮出来的汤才会这么浓郁。就像我平时呢都用农夫山泉来煲汤，天然的水和食材充分的交融，才能把食材的鲜味都带出来。我学到了，回家我就这么做。好。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心惊胆战啊！这个地方真好，对吧？我用的为什么？完全都凉了，完全都凉了，有什么办法？油啊油啊油啊！他做的一碗米饭，做了一碗汤，加了个小炉子点在那边，他没加小炉子，凉了。我肯定想胜呀，对，但是对方能够走到今天，是不是能够站在对方对面，成为我们 PK 的对手？他们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对手。还好有几十年的功力在这里，足够优秀。我第一口下去还没有咀嚼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已经在我嘴里面散发了。他做的菜真的很好吃。哇！
哇，这个味道好香啊，老师，有一种好像回到湖南的感觉。你这个鱼是怎么做的呀？我现在在做的是湖南风味的蒜香鱼杂盖码饭。这个鱼杂啊本身特别腥，用这个蒸鱼豉油啊，它可以有效的去除鱼杂的腥味，还能提前增香。它的豉香呢很浓郁。这个爆炒时啊，锅边淋一圈，可以激发它的锅气。加油加油！那边3个人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太安静了。画风不一样，我说那边是魔法组，打内功的。在用的草莓啊，就是那个玫瑰花。哦，都是玫瑰花。Hello。这次怎么又有那么多花啊？玫瑰花。对，然后这次有去云南，专门为了这次去云南，然后准备了2个鲜花，然后香这个说希望把好运也带给你们。这个是鲜花，这是鲜花，然后它是云南那边手工自己做的，哇，然后我觉得非常漂亮的。这送给我们的，当然。期待子，谢谢。玫瑰花去餐厅可能不太会点，但是看他们配什么，然后因为他们可能是做创意料理嘛，所以可能会配其他东西，在旁边辅助的是什么？感觉搞一些浪漫那种。其实我最怕的是那种去餐厅，它是挂星的，就是有星的，就是服务超差的。我以前干服务员的时候，我当时是被那个餐厅给开除了。就是因为我写错那个单子了，他那个包间是包3和包5，我把包3的这个啤酒写给包5了，让包5的客人多花了6块钱。他最后他检查那个单子，看，哎，这2瓶啤酒我们没点，我说先生对不起，我写错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3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骂3个小时啊？他就很不高兴，就一直骂。后来我说那个我给您免单，您别这样再骂了，然后不行，然后把经理叫过去，他骂经理骂了很久，然后最后也没买单，他就走了。然后经理呢，等客人走了以后，就拿起碗就往我脸上扔，然后当时就给我开除了。可是怎么骂一个可以骂3个小时？怎么骂？他是一桌人4、5、6个人，他一块侮辱你，哪怕有一个人拦着。就说算了之类的哈，你别再骂了，没有。但是大家一起都在。对，我哭了很久，我觉得就是受尽了。这个太委屈了。吃饭这个气氛围好，就好就这个，因为吃饭花钱并不是只是吃一碗东西而已，是吃整个过程啊，我觉得。如果给你们玫瑰花，你们会做什么？玫瑰花。在粤菜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搞。如果我拿到玫瑰花的话，就麻烦了。这个真的麻烦了。其实，在国内，特别是在做中餐的，对这种花卉的料理还是比较少。玫瑰花它其实是提供香气的，然后提供颜色，吃到嘴里的话，它可能只能吃到香气，所以说还是比较难表达的。对于这个玫瑰花来说，它是抢手。对。大家好，我是苏启胜，现在在任职行政总厨和餐饮总监。在美食圈里面，在娱乐界里面，这是通杀的人物。我现在是有自己家的一个店，隐蔽地。他几个头衔呢？又是会玩菌菇最早的还有一个是分子料理玩的最溜的毛师傅做虫子的时候，我说这个虫子应该给他做对吧？虫子、鲜花都是他的特长。对，花我们是在云南做了很多年，也经常跟花是打交道的，所以说这个花我觉得对我讲没什么太多的压力和难度。苏老师他虽然是云南人，但是他反而可能会对玫瑰花有刻板印象。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只能做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说是优势。我做了就是只有我能做的东西，应该是只有我能想得到的。什么？下面是鱼饼啊？哦，金针菇。金针菇，
金针菇，那个金针菇应该是对，他是第一个 pass 掉。那个没看懂他做啥，我也没看懂。他做了一个 cinnamon bun， 它主体是一个金针菇，但它看起来会像一块肉。因为我们主食材是花，它唯一有的味道就是香气，所以这次就着重会从香气上面去做它。我会先打一个玫瑰油，然后做一个玫瑰纯露。那个纯露会用来做一个给菇上色的一个 glaze， 是想要让它有一个看不到玫瑰，但是吃到嘴里就都是玫瑰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的菇是主题是吗？塞牙呀。那我觉得苏师傅包赢了。苏老师把那个云南特色都带来了。现在这个香是来自这个吗？乳扇的这个香，就是这个。对，乳扇，它是用羊奶做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最早的这中国的这个分子料理，其实就是这个。听到玫瑰花，一般就是像什么糕和酥这种普通做法，在比赛里面基本没有什么含金量。这菜我更想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把这个玫瑰花的菜品给它突出出来。我为什么用了玫瑰花乳扇？是为了更好的增加它的口感。还用了一个红酒玫瑰鹅肝，还有云南的松茸来做了一个几种口味重叠。他很懂东西，他就知道怎么去搭呀。那我看苏老师应该没问题。问题不大，好轻松啊他。苏启生老师好 chill 啊。漂亮。笑死了。对，可以。来 ，cheers。哦呦，啊，可以。漂亮。我确实是没有想到苏老师这次会做创意菜，我以为这会是一场传统和创新的比拼，但我不知道苏老师做创意菜是不是有意去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但好吧，做玫瑰花遇上我花莽莽，你们都要小心一点了。花莽莽大厨就是我后来也去查过他，那他自己的店，他的成名菜就是用鲜花料理。他是一个非常会做花的人。这哥们去蒸吗？这哥们去蒸蛋，现在玫瑰花蒸蛋呀！我也是醉了。是用到了一个鲜味的水蒸蛋，上面有玫瑰天妇罗熬虾来让这个蒸蛋变得不那么的无聊。酱汁的部分呢是用玫瑰去煮的土豆来做的玫瑰丝绒土豆泥。它卷的是什么东西啊？卷的红菜头嘛，里面又是牛肉，它是做的什么？没馅，还有鱼子酱呢。那你的玫瑰呢？你的玫瑰是什么呀？用到了红魔虾，然后去里面加了自己腌制的玫瑰。去做了一个红魔虾塔塔，在上面的部分呢，我会用四川的跳水泡菜卷成玫瑰花的形状，在里面补充酸味。那现在它卷的是什么？是用玫瑰腌制的甜菜头片，在下面是一个玫瑰手打的糍粑，然后把它切成小粒，加上荔枝和来自云南的木红玫瑰一起搅拌好。王颖说这种又是什么？就不会做菜。是能淘汰2个是吗？你看来了。哦，液蛋来了！哇，苏老师这个液蛋稳。苏启正稳坐钓鱼台吧？我感觉年轻人威。这个妹子也好了。我觉得不管对手是谁，我对我的菜很有信心。我的鲜花料理是经过市场检验的，这次的菜还是挺完整的，是把我想要的表达出来了。哎，苏老师，加油！现在讨论你们将要选择的评审间。我大众一票，我觉得选大众评委的话胜算很大。我专业一票，
我会想选专业评委，单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制作的过程，我觉得会更惊喜。那老师想去哪个？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品。这个花能做成什么样子？这是要想一下。它在层次上，它还是做得不错的。醋品呢是很有创意的，有层次。最后一口那个玫瑰气泡，把前面稍微有点油腻的那个都清了。啊，那个饮料里面呢，玫瑰花的香味是浓烈的，是特殊的。哇，好浓的玫瑰味道。我干嘛捶它？不烫人了。哎，你有反应哦，你刚刚反应还蛮大哦。来，干杯！干杯！哎，开心！这是挺喜欢，老师还是可以。弄好你们两个，我需要你们两个再来对一下。不用了，老师你进吧，我们还要去常州恐龙园呢。恐龙不是在云南吗？怎么去那个？恐龙哪里云南哪里？恐龙在云南吗？陆丰啊，大型恐龙谷啊。真的假的？开玩笑。你说的是化石。化石啊。我们说的是游乐园。对，两回事。没办法。这确实有代沟，这个。请品尝第二道菜品。这什么肉？我可以问问吗？是肉吗？他怎么吃疑惑了，歪头呢？菇。想法是很好，他用菌菇做成一块肉嘛，他用肉汁做成肉的素肉的感觉。请换第三道。它这个好像也不是玫瑰花吧？它应该是红菜头啊，红菜头。绿色的鲜。这么正经吗？不要这样。下面那是什么？海鲜之类的。感觉都没有人吃得开心，都很不开心，都很忧郁，都很不开心啊！怎么了？这么难吃吗？不至于吧？品尝完毕，请做出你们的选择。毫不犹豫，毫不犹豫。投票结束。由于你们选择了大众评委，啊，大众一票吧。啊。我们先宣布未被选择的行业评审间的结果：2-0。获得2票的是花莽莽大厨，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请3位进入大众评审间。Hello， 欢迎。确实，哎呀，这很残酷。大众评委的结果是，做花这方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这菜我觉得算是呈现得很完整，我是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大概知道什么结果。结果是3-0，获胜者是
获胜者是花莽莽大厨。恭喜恭喜！我没选苏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他的主菜里没有吃到玫瑰的味道。表达的太多了，鹅肝慕斯啊、乳扇啊，还有它这个浓厚的酱汁啊，掩盖了玫瑰花的清香的味道。玫瑰菌跟玫瑰花风马牛不相及了，里面几乎没有吃到任何玫瑰花，也没有吃到玫瑰花的香味，跑题了。可能因为我这次没有做到极致，它不是一个100%的我的东西上去的。我选这个的原因，我觉得首先是好吃，二一个卖相很好看，每一道都很精致。我觉得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他们一定是喜欢的，这是我的理由。我是觉得3号它有多种选择嘛，就是你花园有不一样的方式去让我们去品尝，所以会感觉在吃的时候会有更多比较不一样丰富的味道，可以一层一层去发掘。第一道它是用了一个比较冲的百香果，既有酸酸辣辣的，玫瑰花的碎末在里面，有明显的玫瑰花的香味。慢慢的它往下走，是一个玫瑰片，把那个脆感，把那个玫瑰都提起来了。然后到了第3碗，它用红菜头做一个玫瑰泡菜，味道里面还浅浅的能够品尝到玫瑰花的味道，所以它这个菜的成功，玫瑰花的主题表达出来了。做得很好。好，谢谢。客气，太客气了，太客气了。算是把这口憋着的气松了下来。之前一直真的想争下这一个名额。我有点懵，他做的东西我还没搞懂。我觉得胜之不武，没关系啊，下次碰他，把他干了就好了呀。直接把他干了。还不该点吗？结束了吗？你怎么搞的呀？你怎么搞的呀？你怎么放手把人家上来了呢？对啊。淘汰对于我们来讲，这没有什么害羞。我作为一个米其林厨，你还打不过一般的厨师。你就丢脸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说法。我们做菜啊是用一个平常的心去面对好和不好。来了，加油！这组是做3黄鸡，终于是简单的食材了。越是这种家喻户晓的食材，越难做得很惊艳。当时我看到3黄鸡这个食材，我觉得它虽然很常见，但是要把它做得很好，我觉得很难。越简单的食材，其实能展现更多味道和传承的烹饪，所以我会选择。好好吃。既然你这么真诚，有这么自信的，我就接受你的挑战吧。唐师傅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前辈，是一位很厉害的厨师，在欧洲是领军人。我姓唐，名叫志威，我来自马来西亚。我2001年去当大厨，然后的话，2013年就帮公司拿了1颗米其林，也是第1颗。那时候整个欧洲里面只有我一个华人厨师拿到这个米其林。大师他是在海外的知名度比较高，哈卡桑你们听过没？哈克桑是被公认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餐厅之一，是伦敦的美食地标。如果你在欧洲，你提起中餐厅，最早想起的就是哈克桑。他是当时的哈卡桑的这个集团的行政主厨，前后陆续拿过7颗米其林星星，一共。英国第一位华人厨师在中餐厅里面拿到1星的。哦，那就厉害。对，很厉害。所以你是做中餐大概做几年了？我应该从这行40多年。从事厨师这个行业，这是我外婆的影响，因为我外婆本身是客家人。说外婆会烧了一个客家菜，蛮香的，无形就激发了我将来长大之后我要做厨师。您一直在英国工作吗？现在在英国自己开的餐馆。我觉得在国外吃中餐是
就是家乡的味道。对，而且对旅游很重要。我只要打开社交软体，第一个找的就是中餐啊，中餐。对我来说啦，一个礼拜吃西餐真没办法，一个要把我们吃多肥啊，真的。对，所以找中餐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那边拿下这个米其林，让我们中餐都可以吃到，真的是太开心了。我们把中华料理带去国外，就是说以前的是粤菜，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多川菜啊。之类啊，湘菜啊，都已经在国外的话，就是开始已经发展。因为我太久没有回来了，有7、8年没有回来。这个回来的话，希望可以更多一点厨师交流，尤其现在我看到国内蛮多的年轻的厨师蛮优秀的，我都希望带更多的中餐的元素带去国外的话，希望可以发扬光大。是，给外国人知道我们在全世界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团结一条心。对。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美食非常的棒。是，中华料理上下5000年历史，我们很多菜肴都是从中国这里出来的。虽然我是海外华人，这次回到祖国，就是说回到中餐的老祖宗。这次我选到了谭老师，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我跟谭老师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做中餐的传递者。所以说，我想做一些有传承、有味道又有故事的菜品，那就想到我的家乡中国台湾，所以我选了三杯鸡嘛。做这道菜的话，其实它本身的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因为说真的，这道菜我在澳洲住了20多年，每次一回家，我母亲第一道菜品、第一桌就是做三杯鸡。它不仅是我童年的味道，其实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一个共有的味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有一次去江西出差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三杯鸡它源自于江西哦。对我来说，只有味道可以延续，大家的记忆才会都一直在。所以我要做一些有记忆、有味道家乡菜，然后同时呢，我还会给一个 surprise， 待会你们可以尝一下。最喜欢惊喜。对，三黄鸡。鸡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肉类，所以我对鸡的嫩度啊，对鸡的他们做出来的这个火候，我觉得我都会蛮挑剔的。所以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其实也是挺好奇的。我觉得三黄鸡这个简单。三黄鸡现在我拿来做茶香鸡，这一道是很传统的粤菜，从我学徒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做了。今天终于有机会看到唐师傅做的菜了。它这个是标准的过冷河，把三黄鸡烫水，去掉它的油脂跟那种异味，然后的话我就开始炒糖色过那个卤汁了。用炒糖色的话，卤出来那个鸡那个皮会比较亮。卤汁也是蛮简单的，鸡汤加上生抽、冰糖跟糖、药材。卤好之后的话，把整个鸡放下去，用了30分钟。唐老师，哎，你那个糖色熬得好啊！是吧？我说对面的小家伙没有一个人是熬得出来，你们学一学啊！被他呛到了，加油！肚子饿了，你饿了，马上来。前面天在干嘛呀？哪个？没看明白他在干嘛。他做鸡肉，鸡肉为什么用于虾椒啊？谭老师，粤菜老师吧，我想过，因为他肯定是以传统的烹饪方式。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做传统的三杯鸡去跟他拼传统的广东人做的烹饪的鸡。所以说，我想做一道菜品，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人世间，那我利用了百合，还有三杯汁，还有青花椒，用砂锅去焗，让它的人世间的味道有烟火气的感觉。哇，烟火气！哇，烧得旺啊！鸡卤好之后的话，我就撒上一点蜜糖，开始放了一个烤炉，加上一点米饭、片糖、
跟那个茉莉花的那个茶叶放上去，给它慢慢的熏。本身的味道的话会渗入它的鸡皮，就熏法的话就是蛮香的。这熏你们也很难掌控的，这样的设备你稍微不注意，都熏得过头。老师傅经验还是丰富一点。唐师傅定定心心，事先足够聪明。哇，钩子，这鸡起来了，好专业噻！唐老师，这个熏的颜色可以。哇，那个肉好香啊！一鸡2吃，剩下的鸡的话，我又做了一道春卷。用料里面的话，除了鸡，我还加了豌豆、羊肚筋跟一些马蹄。哇，这颜色炸起来就不一样，老师傅就是老师傅。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比谭师傅他胜算一截，就是因为我本身都一直在中国这边，所以说做出来的味道可能会比较融合本地人的味道。所以呢，这次比赛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能打败谭师傅。信心肯定是有，外婆的味道无形中增加我的信心，我一定不会输。好，哎 ，very nice， 好，这组啊，应该没压力。唐老师花样还挺多的。那必须的呀。我蛮看好宝岛主妇的。请选择一间评审间。你要大众评委还是要专业评委啊？现在，请所有的评委品尝第一道菜。它这个鸡的味道非常的入味。里面是嫩的，外面是有点脆脆的，所以那个反差感还蛮强。现在请品尝第2道菜。口感非常的嫩滑。烟熏非常恰当好处。唐志威做的鸡肉非常嫩，非常好吃，非常的入味。它有一点点熏鸡的味道，有一点点烧鸡的味道，有一点点烤鸡的味道。还有一个，他做了一个春卷。它脆的东西又有炸的话，就很怕它会很腻。这个有点难，我个人觉得有点难，有点难不吃完。从你的速度上面，我就可以感受到。有点难不吃完。哇，谭老师光了。品尝完毕，请所有的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好难啊，这个都好难啊！当下就是觉得说，这2个料理是都好吃，可是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体验感。我会比较多吃哪一个？两边对这个三黄鸡的料理，我觉得都非常好吃。好，现在宣布结果。2位选择听取的是行业评委。哦耶！我们先宣布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委间的结果。OK。这样来。2比1，请2位进入行业评委房间。这样来猜呀？这个有点刺激啊！哎呀。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当时看到评委在吃我的菜品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我觉得我胜算蛮大的。我有做到我应该做的那道菜的味道了，我有信心。 2比0，
获胜的是唐志威，恭喜！谢老师，努力我们好，谢谢唐师傅。我们主妇的这一道菜，味道啊入味还是够的，就唯一的我是觉得缺什么，就是缺那个烟火气。用那个铁板，虽然下面烧着蜡烛，但整个是敞开的，三杯鸡的这种香气啊、锅气啊，都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那么另外一位师傅做的烟熏的味道很浓郁啊，对，香味很足，那个颜色、光洁度都很漂亮，春卷外呢也很脆。里面的馅心也不错，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这样做法太浪费了，然后多一道就是当个春卷，希望多一种风味。谢谢老师。能跟新厨去 PK， 其实我已经蛮开心的了。虽然我是海外华人，希望跟这里的年轻厨师在切磋，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精髓。继续的把中华料理带给全世界，把中华料理发扬光大。哇，大厨你在做什么？闻着好香啊！我在做创新版的三杯鸡，特地用了金龙鱼1:1:1来炸这个鸡肉卷。平时我们吃的油太单一了，会觉得营养不均衡。那这个金龙鱼1:1:1，它是用8种好油科学配比做成的。哦，里面有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的，做出的这道菜不仅特别香，还营养均衡。所以又香又健康。那营养均衡的话，就要吃金龙鱼1:1:1。那我期待一下大厨的这道菜。好的。本轮1v1v1单挑生存战的食材是菠萝蜜。挑战高维度的哦。我选择的是菠萝蜜。我一眼就看到菠萝蜜。其实我当初看到菠萝蜜这个食材，我就很感兴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偏东南亚热带的一个水果嘛。菠萝蜜分2种吧，一种是熟的甜的菠萝蜜，水果菠萝蜜，还有一种就是生的菠萝蜜，它可以用于烹饪，它有点像一个蔬菜的感觉了。你说难度的话，我就觉得要体现这个菠萝蜜，因为它很甜，然后又水分不多。然后菠萝蜜本身呢，气味比较大的。小东老师，请多指教。啊，胆子真大！热带水果应用到我们的淮扬菜制作当中去，好像也没过。一个做淮扬经典菜的老师来做菠萝蜜，肯定很有意思。我想看看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菜。相信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大师总有翻车的时候嘛。陶老师慢慢悠悠的，别着急。陶老师他也是扬州4大金刚之一。陶晓东老师，他是淮扬菜泰斗级人物，淮扬菜金奖获得者，2次受邀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宴会掌勺。就看看我们陶老师能不能给到我们传统惊喜啊！淮扬菜的刀工跟头发丝一样细。这个都有刀客之称啊！淮扬一把刀，3刀里面的1刀啊！我放到水里面去，我不服。怎么说？我服，来，我服。这个细到什么程度呢？把它泡过了以后，拿这个针啊穿过去。我就知道你会习惯性，咱就是习惯性动作啊，肌肉记忆，肯定是可以穿过去的。好，穿过去了，厉害厉害。这就是淮扬的刀工。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哇，我非常的紧张。你看那姑娘做东西做的脸都红了，懵了。太软了，有点不成形。没关系，用花包的好看一点。你还是可以的。整个行，不要慌，再包一次。哇！别紧张，兄弟，别紧张。
2个小年轻都火烧眉毛了，陶老师桌上还空的。陶师傅，我四处走走，3万步把今天2万步凑齐。没压力，陶老师，没压力，陶老师没压力，没压力。哦，这肯定有压力啊！我作为一个江浙人，我对菠萝蜜的这种甜品也好，食材的这种料理也好，还是有空缺的。所以短短10天时间里面，我从海南岛发了接近有50个菠萝蜜回来。因为我的菜最好做完即品尝，所以我控制了一下时间，比较晚才开始。其实咸甜是淮扬菜的一个最重要的味道。这次呢，我是拿菠萝蜜的甜，加上金华的火腿，用它的咸制作的一道菜的。我把夏天的藕跟莲子做成了一道菠萝蜜秘制火方。菠萝蜜的果肉的鲜味融入到了这个咸甜适中的这一道菜当中。其实这个火方呢，是淮扬的最传统的菜，所以这道菜能体现出淮扬的经典传承，又能感受到东南风味的融入。哟，啥东西啊？你看，我跟你讲，它东西越搞越多的。菠萝蜜的气味很重很独特，但水分少。所以第2道菜呢，我是用了一个萃取的方式，用高温蒸馏萃取的菠萝蜜的汁加入到了酥里面去开酥，再用菠萝蜜的籽磨成的粉，加入黄油、蜂蜜，加上鸡蛋做成了馅，做成了一个千层酥的概念。我还是用传统方式来进行了修饰装饰，传统的拔丝，传统的生姜蓉。这道菜我用了江浙的表达方式，萃取了这个菠萝蜜的香味的元素来表达味道的浓郁。每一道淮扬菜的背后，它一定会有呈现的它的方式，所以我这2道菜我又给他附了2句话，我说最是江南好风味，咸甜一缕寄乡愁。好了没有，小朋友？上菜。两个小年轻故事都会用很西式的手法，对吧？多数以甜品为主。首先我是想到菠萝蜜跟芝士非常的搭配。菠萝蜜本身呢，喜欢吃的人会觉得它是奶香，不喜欢吃的人觉得是臭臭的，就是跟芝士是一个调，所以它们结合起来那个风味其实是很 OK 的。我就想到了我们米其林餐厅拿星的一道经典菜 Nudi， 跟菠萝蜜结合起来肯定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呢，搭配了云南风味的树番茄、酸木瓜跟番茄萃取的一个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菠萝蜜的3吃，里面用的就是菠萝蜜的籽，它的籽其实煮熟了过后，味道有点像板栗的感觉。主菜呢，我做了一个菠萝蜜咖喱，配的是一个黄油清明的饭。小吃呢，炸了一个灰土豆样，中间挤了一个烟熏的菠萝蜜酱，上面是做了一个比较酸辣口味的菠萝蜜沙拉。到甜品呢，做的是一个菠萝蜜加一点榴莲的一个冰淇淋。我跟你讲，那个新加坡的还可以的，我的完成度是可以的，还是有一定胜算的。耶！说那个姑娘是北美2家3星都是做过的，我觉得没什么悬念，陶老师必胜。我很有信心，我还原了最传统的淮扬记忆。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可以的。哎，现在已经不紧张了，已经完成了。对，现在已经不紧张，就是好歹做完了。请在3分钟时间内讨论你们将要选择的评审间。3位意见相左，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选行业评委。我选大众评委。哇，我怎么办呀？
我感觉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和道理。别纠结了，赶紧58。我点兵点将，我点兵点将。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Let's go, let's go, let's go。等先吃这个。哎呦，看起来好丰盛啊！完了，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吃。啊，他们吃的好开心啊，感觉。岳云鹏老师很认真，孟佳老师是什么表情？吃的好认真啊！我点头了。哇，这太煎熬了吧！要看当场的这个 live reaction。是什么表情？哎呀，小燕评委这个神色凝重。祝你们成功！我看来我要走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本来还不紧张呢，我说做完了听天由命的，已经没有什么是我们能改变的了。就现在看他们吃，我又开始紧张。请品尝第二道菜品。这什么表情啊！我屈服了，屈服了。我们孟佳老师一脸凝重，一口不知道吃的啥。他们应该是很困惑，菠萝蜜在哪里？罗底在意大利就是不带皮的饺子。其他的配料占比太多吧？请换第三道。我觉得你这个赢了。谁不会喜欢咖喱呢？咖喱配菠萝蜜绝配。所有做东西我都有在现场尝味道，我觉得是我想要的味道。我们三个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真的不知道他会怎么吃。他唇语说的啥？你吃的你看得出来吗？我真的不知道。屈服了。完了，我好害怕。请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必须吗？必须选是吗？这怎么投啊？这也很难哦。先投了，现在可以投了，是不是？怎么办？投票结束。可以让他们去对面吗？三位选择的评审监事：大众评审监、我们先宣布未被选择的行业评审监的结果。行业评委的决定是2比0，获胜的是陶晓东，请三位进入大众评审间。老师好，老师好，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辛苦辛苦辛苦。刚才我们在房间吃的时候，你们能看见我们的表情，能听得见我们说的话吗？听不见。听不见哈，幸好没听见。3个人喝一碗汤啊！哇，后劲儿好酸。啊，哇，哎，不一起吃还好点儿。那个汤可要了命了。
这个什么拿掉？啊，我觉得好甜。什么东南亚是西北亚，它也不至于做成这样。我觉得你们的菜有3个共同点：一是你们都要用菠萝蜜，二是3道都不好吃，第3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被菠萝蜜可能被限制住了，所以3道我觉得今天下来目前是我觉得我挑不出来的。当评委老师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你们做的菜都不好吃，我心里还有点落差，非常的紧张，就很忐忑。第一道吃的时候，我第一口会觉得有一点太甜了，然后紧接着接下去吃的时候，味道就有一点琢磨不透了。我先说妹子吧，恰恰就因为这个汤汁不好吃，又酸，到嘴里怪怪的味道。就是我有点不太喜欢里面有一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菜叶的一个味道。我身为大众评审，我不知道应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3个人喝一碗汤，可能有一点比较有一点怪怪的一个感觉。这个兄弟，这3道菜，这个很脆，应该是很脆，到嘴里它没那么脆。这个是算是咖喱吗？对对，咖喱它没有入味，沾它的咖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融在一起的感觉，那个是比较可惜，因为最主要就是这个咖喱吧，我想，对不对？你把这个主菜做到100分，一定会给评委留下更深的印象。你把这个主菜做成60分，把一个配菜做成30分，你再做一个10分的东西，那么对不起，评委一定记住的是10分的东西。他甚至10分这个东西会把你60分这个东西也给拉下来。相声这行有句话叫贪吃嚼不烂，就是你今天想学一个贯口，明天想学一个贯口，后天还想学一个贯口，你3天净琢磨这些事儿了，你3天时间浪费了，你一个都没背好。真的，我也劝这些选手们没必要就是做3吃4吃5吃6吃的，有一点点失误，评委记住的就是你的失误。对，很难去说出一些可能称赞的话，不好意思。对。现在我们来揭晓这一组的评选结果。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结果是3比0，获胜的是陶晓东。请说出你们的理由。先说我的理由吧，比这2个强。陶老师的菜，它还是有个层次感在，这个还是可以看出这功底的，它的温度也好，嚼劲也好，是在那边的。当我咬到那一口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哎，这个不就是我们经典传统的那一道蜜汁火方？在选火腿，在蒸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处理得非常好。它在放蜂蜜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蜂蜜的甜和水果的那个甜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菜里面的甜度是刚刚好的。另外一个点心呢，也是很进功夫的，它是一个明酥，看它的酥呢层次很分明，也很酥香，一点也不含油，口感混合拿捏的非常的到位。它能 get 到淮扬菜经典的点在哪里，把这道菜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他这道菜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不得不说，有功夫在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一款功夫好面，陈克明华夏软弹面，它是月牙形，化汤吸汁，软糯 Q 弹，口感特别好。说的我都馋了，走，赶紧也给我煮一碗。我觉得这个5比0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你不管怎么样，我们做餐饮还是要回归到市场。对，跟这个人嘛，你得做让客人喜欢吃的菜。对，我觉得我跟世吼哥的问题就是，我俩都想去展现一些技术，对，想去展现一些新意，然后我俩没有去想说我们的客群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爱吃什么。对，这就是我们餐厅主厨的一个弊端。老是想创作，老是想创作创新。做菜就是得让大家都觉得好吃，而不是说一堆炫技，然后来证明自己。恭喜晋级厨王